Hello， 各位编织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爱织的频道，我是艾芙琳。在上一集中，艾芙琳分享了如何将自己画的图案转换成双锁钩的文字解。在这一集，我会分享如何以双锁钩的方式将它钩织出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双锁钩的结构，也有人称它为双锁针。它是以马赛克或者是像素图的概念，以平面的方式，用不同颜色的线前后交错钩织长针与锁针，将图案呈现出来。而因为钩织时两个颜色会交互穿插着钩织，所以被称之为双锁钩。在上一集，艾芙琳请大家在方格纸上画下图案，而方格与针目之间的对应关系是这样子的：主色 A 左边起针之后，每个方格会占据2个针目。接着我们倒回从第6针开始钩织长针与锁针，每个长针之间都会跳过1个针目。主色 A 的长针主要是要呈现方格线上的图案，每行的主色 A 钩织完之后，接着会钩织背景色 B， 而 B 与 A 会穿插着钩织。穿插的方式是钩织在上一个颜色之前，或者是之后，而下一行翻面又换回 A 色开始钩，钩完 A 色又换 B 色，如此循环钩完每一行。这个就是双锁钩的基本概念与结构。现在艾芙琳就用我画的猫咪图解以及文字解来说明双锁钩怎么钩。文字解有2页，如果你也喜欢这个猫咪图案，那么你可以自行扫描萤幕。如果你有按照上一集的步骤画出你自己的文字解，那么你也可以透过艾芙琳的演示来知道每个代号是怎么操作的。而我使用的材料是4股牛奶棉， A 是棕色， B 是米色，还有3.0的钩针、缝针以及一些记号扣。首先是起针，第一行的 A 段，我们先用主色 A 起48个锁针。48个锁针完成，接着我们往回数，在第6个针目上要钩织长针。你可以先放上一个记号扣，接着我从倒数第6针这里开始循环钩织1个长针、1个锁针，再跳过1针。你可以在倒数第2个针目上放上记号扣，这里会是我下一行最后1针长针所钩的地方。接着我开始钩织1个长针、1个锁针，每个长针之间都跳过1个针目，而长针与长针之间都隔着1个锁针，这个锁针很容易被忽略，所以在钩完长针之后，要马上钩锁针，以免忘记了。依照我的文字解，我要循环钩完21次。而在最后1个锁针针目上钩上长针之后，这样一共完成22个穿格，也符合了我当初画的图解，宽度是22个格子。我们可以在最后1个线圈上放上记号扣，以防它脱落，因为我们要先将它放到一旁，换成 B 色来钩织。第一行的 B 色，也就是我当初设定的背景色，我们一样先锁边起针，起针的针数比 A 段要少2针，所以是46个锁针。如同 A 色一样，我会在需要的位置放上记号扣，也就是倒数第2针跟第6针。而2个记号扣之间的那3个针目，其实等于是长针的起针。接着我们将 B 色放在 A 色的上面，让 B 色的第6个锁针对准 A 色的第2个穿格。我们要在这里开始钩织长针，从第一行的 B 段开始之后，这里的长针都会以 B 或者是 F 来表示。B 就是 back， 是指钩织长针的动作要在上一个颜色的后方进行，所以我将钩针绕到 A 色背后。我们先将钩针从 A 色的第2个穿格后方穿进，再穿进 B 色的第6个针目，然后钩织1个长针。这样我们就完成1个钩织在后方的长针了。依照文字解是 B20， 我要继续钩剩下的19个。钩织的动作都是在 A 色后方进行。
别忘记长针与长针之间会有一个锁针，这里省略不写。而我们在勾下一个长针时，中间也要跳过一个针目，被跳过的那个针目会对着上一个颜色的长针，而要勾的那一个针目会对着窗格。我们就是将钩针绕到 A 色后方，然后挑起这个针目钩织长针。我们就依照文字解先钩完这个20个在后方运作的长针。文字解 B20 之后是 F1，F 就是指钩织长针的动作在上一个颜色的前方，所以我们将钩针置于 A 色的前方进行长针的钩织动作。目前为止我们就完成完整的第一行了，而第二行我们要从 A 色开始，所以我先将 B 色的最后一针放上记号扣，以防线头脱落。接着翻转织片，钩织第二行。在钩织偶数行时，我们要把上一行的 B 色置于后方。每一行仍然先从 A 开始，我们将钩针放回 A 的颜色上。接下来的每一行每个颜色都是先钩4个锁针作为起立针，这4锁针的起立针也省略不写。而我们可以在第3个锁针上放上记号扣，这里是最后一针长针要钩织的地方。接着我们继续在它自己的颜色上面钩织，而钩织时都钩织在它上一行的长针针目上。依照文字解，先钩一个 B1， 就是钩织的动作在另一个颜色的后方。永远别忘记长针之间的锁针。接下来是 F19， 就是指会有19针的长针，钩织动作会在另一个颜色的前方。所以我们的钩针在另一个颜色前面挑起针目钩织，接着我们依序钩织这19个在前方的长针。而在偶数行时，我们所面对的是织物的背面。F19 之后是 B1，所以我们钩针绕到另外一个颜色的后方，挑起针目钩织长针。别忘记了长针与长针之间的锁针。而 A 色的最后一针长针没有前后之别，就顺势的钩织在这个起立针上，就是上一行的倒数第2个锁针上。而最后一个针目，我一样放上记号扣，以防它脱落。接下来换 B 色，因为在钩 A 色的时候，我们有把这个线头往后放，所以它这个线头现在会在 A 色的后方。接着也是4个锁针的起立针之后，开始钩织 B21。我仍然是在倒数第2个锁针上放上记号扣。如果你之后熟悉的这个位置是最后一针长针所在的地方，那么不用放也可以。接着开始钩织21针在 A 色后方的长针。而最后一个长针就钩织在我们放记号扣的这里，也就是这个颜色在上一行起针时的倒数第2个锁针。最
最后一针的针目也是放上记号扣，以防脱落。第3行翻转织片，现在我们所面对的又回到了织物的正面。在钩织时，我们尽量将这个线头给分开，以免它打结。钩织奇数行时，将 B 色的线头放置在前，接着将钩针换到 A 的颜色上。一开始的起立针都是4个锁针，第3行的 A 段，我们先钩织一个 F1，接着 B19， 也就是钩织在后方的19个长针，接着一个钩织在前方的长针，最后一针长针 DC，第3行的 B 段，4锁针起立针之后，5个钩织在前方的长针，而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窗格与上一个颜色之间如何对齐。2个颜色之间，窗格会对应着长针，长针会对应着窗格，所以我刚刚勾了5个在前的长针，那么它就要依序对应着前一个颜色的5个窗格。下一针是钩织在后，那么我就要从第6个窗格后方穿进，挑起针目钩织。所以当你钩织时，窗格与长针之间如果有对应好，那么在进行换边钩织时就不容易穿错窗格。现在我们应该慢慢掌握了钩织在前方或钩织在后方以及窗格之间的对应关系，而随着图案越来越明显，我们可以随时回过头来看看当初所画的图案，我们也比较不容易勾错。而在你的图案中，如果有实心的方格呢？实心的概念就是把2个长针之间的锁针也改成长针。在艾芙琳画的这个猫咪图案里，就有2个实心的方格相邻。依照上一集所谈到的文字解写法，是5DCIF， 就是在上个颜色的前方连续钩织5个长针，而这5个长针之间不需要钩织锁针哦。而上一行的针目如果是锁针时，钩针穿进锁针空间里钩织长针就可以。而连续的长针钩完之后，接着是 B5， 那么与下个长针之间也要有一个锁针。而第8行的 A 段有一个 3DCIB， 就是连续在后面钩织3个长针的意思。而在上一集，艾芙琳有谈到，我所设计的这个图案是17乘22格，但是我最后勾出来接近正方形，这是因为长针所占的这个纵向，它的长度比这3个针目所占的横向还长。所以如果你一开始设计的是长与宽一样的格数，那么勾出来的成品就会是长方形的。而这个部分当然可以自己做选择咯。我们依照着文字解钩织结束之后都不要断线，
在最后可以做一个收边的动作。我们可以在底色的边缘沿边钩织短针。钩织的方式是在每个针目所构成的这个空间里钩织2个短针，这样这个织物的边缘就会比较平整美观。而如果是遇到转角，在转角钩织5个短针。沿着4个边钩织结束，我们就可以断线，并且利用缝针将这个线头以这样的方式收尾，就是缝针穿过第1个针目的上方，接着再穿回线头底部的位置。穿回底部时，可以一次穿2条线，比较结实。最后再打个结，并藏好线头。而在 A 色的部分，则改成钩织中长针。我用1个短针加1个锁针作为中长针的起立针，接着钩织中长针。每个空间里都钩织2个中长针，而在转角是5个中长针。而转角的第3个中长针，钩织时可以将 B 色的转角第3个短针一起钩进去。这样就能把这个转角给固定住，不会翘起来。而一开始我们在转角包含起立针钩织的2针，现在我再补2针。接着第3针中长针，将 B 色转角的第3个短针一起钩进去，之后就可以断线。而断线之后，收尾的方式跟 B 色类似，我们将缝针穿过第2个针目，也就是这个完整的中长针，接着再穿回线头底部的地方。这样子的收尾方式，侧边看起来就很一致。最后也是在背后打结并藏好线头，这样我就完成这个双手钩的作品啦。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织物的背面，用双手钩的方式可以大大避免掉因为换色所留下的痕迹，而且也没有线头，用来钩织像素图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哦。不知道你的作品是什么样子的呢？艾芙琳很期待你在下方留言处告诉我哦。这集就分享到这边，喜欢的朋友订阅、按赞、加分享，开启小铃铛。我们下一集见喽，拜拜。